大家好，這幾天寒流來襲，大家要注意保暖哦。天堂經典版也正式開放免費遊玩，大約2-3天的時間了。這幾天大家有找回當初的感動嗎？我先說，我是沒有感覺到，但卻感覺到蠻多白目的。不知道是新的白目，還是以前的白目長大了。接着就是這1-2天我一直在想的問題。你要說它很好玩嗎？好像也沒有到很好玩，因為練等練得要死要活，怪物的強度跟掉落物完全不成正比。但你要說它很爛嗎？它好像也沒有到很爛。畢竟天堂原本就是一個以難練聞名的遊戲嘛，老玩家都知道，沒經歷過那種地獄般的升級過程，就等於沒有玩過天堂。所以難練並不是這個遊戲的缺點，而是它的一部分。但問題，這次的經典版似乎在難練之外，加了很多讓人高血壓的操作啊。像是這2天我是玩妖精嘛，既然是玩妖精，懷舊的情懷之一當然是要練寵物啊。我當時很開心的去抓了3隻狼，想說重溫一下當年帶着狗帶着狼橫掃大陸的感覺。結果呢，這是我這2天做過最錯誤的決定。現在練等環境真的只能用狗屎來形容了。以前我們帶狗路過其他的玩家，頂多就是看看，甚至還會聊天啊，然後幫忙補血保護一下。現在呢，有太多無聊的人，他們不殺你，但是會專門打你的狗。我是受害者之一啊！這2天我光是為了我的那幾隻狗、那幾隻狼，就花了差不多有1萬塊的天幣啊！現在這種初期金幣掉落率極低的環境下，1萬塊的天幣對於初期是非常有壓力的。有些人可能會酸說，你知道寵物會被打，那你幹嘛還要帶？我只能說這就是情懷啊！我們玩的經典版，一方面就是要補足以前沒有玩過的遺憾嘛。第二個方面就是想要驗證當年的玩法在現代環境下到底行不行得通。結果我驗證出來了，現代的環境帶寵物簡直就是自虐。因為現在的玩家不再有那種互助的精神，甚至有更多的惡意跟騷擾，讓原本就很辛苦的練功過程變成心靈上的折磨。每小時都要經歷一次狗被打要飛走啊，或者是回家買復活卷軸這種讓人感到厭煩的操作。說到狗被打，大家一定會想，既然是 PVP 伺服器，那就反擊啊！誰打我的狗，我就把它送回城。只能說你想的太簡單了，這就是為什麼這次經典版我覺得是最白痴的設定。巡守，我真的不知道官方的策劃到底在想什麼。現在大陸野外巡守的數量真的是多到比玩家還要多，不知道為什麼，除了妖堡以外，其他地方甚至沙漠，還有沙漠綠洲，大家喜歡打架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巡守逛街走過。只要你的狗被打，你想反擊，如果你沒注意到附近有巡守，你一動手，那些巡守就會衝過來把你射死。結果就是打你狗的壞人沒事，保護寵物的主人反而變成巡守下的亡魂。原本我們選 PVP 伺服器就是為了處理這些恩怨情仇的快感，結果現在搞得好像在玩躲貓貓。你只要帶狗遇到惡意騷擾的玩家，除了瞬移飛走，或者是直接回卷回家，你根本拿對方沒有辦法。這哪裡是 PVP 伺服器，根本是巡守保護下的流氓天堂。這種設定讓遊戲的互動變得非常的畸形。如果你也跟我一樣帶狗練等，肯定被白目跟巡守搞到心態崩潰。接下來我們要聊聊最核心的問題——體感問題、命中率與掉落率。開服的第1天，大家有沒有發現打怪幾乎都是100%命中？所以第1天龍之谷啊，龍之谷3岔路滿滿的都是妖精，看大家在那邊練等練得好開心的感覺。但好景不長，官方很快就發現這個問題，調整了之後呢，經典版就變成超級自虐版了。現在的命中率低到令人發指啊！官方的數據精算師不知道怎麼算的，我的狼14級去打一隻16級的怪物，居然會咬不中啊！這個等級的差距在以前的天堂根本看不到。雖然也會打不中敵人，但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miss 率。這個讓很多玩家被迫只能窩在低等地區，因為高等地區你根本打不到怪。再來說說掉落率，雖然很多人在巴哈說以前的金幣就是這麼少，但我作為20年的老玩家，我可以保證以前的錢絕對沒有那麼少。現在怪物掉的那幾塊，連洪水都買不起啊！甚至更過分的就是驚喜感消失了。
像我們以前為什麼願意在萊肯區、狼人區當十里坡劍神？因為萊肯會掉5卷啊，那個是一個希望，白手起家的動力。結果這次官方公布掉落表，萊肯居然不掉5卷了，那萊肯還剩什麼？沒有什麼了，因為萊肯這隻怪物經驗少、金幣少又難打，投資報酬率低到可憐，白痴才會去打。然後我就是那個白痴，因為我要帶狗練等，我不得不在萊肯區打他們這些狼人跟萊肯。雖然說萊肯會掉法丘這種高價賣給 NPC 的東西，但是我刷了幾千隻，毛都沒看到一個。現在萊肯區跟狼人區唯一的風景，就是像我們這些帶寵物的人才會在那邊練等啊，因為其他地方根本待不下去，只能待在這種荒涼的地方，默默的耕耘啊。最後，我們要來聊聊今天最大的爭議點——官方發布的季卡支援活動。我來看一下公告內容。在免費遊玩期間，就是2月7號到2月10號2359為止，購買限量90天使用券的玩家可以得到加速護符、消耗品袋子50個、畢克斯的羽毛80個。然後在2月11號包月計時開始之後呢，你有購買限量90天使用券的玩家可以獲得加速護符1個。加速護符這個道具呢，可附加在道具倉庫領取後，從背包內持有開始，提供無限15天自我加速藥水效果。過了時效之後，效果就會消失。消耗品袋子裡面就是我們現在每天拿的那些消耗品的內容物啊，其實沒有變。然後呢，畢克斯的羽毛這個道具呢，是沒有使用期限的永久道具，就是可以拿去換一張仿卷啊。然後可以換，還有換其他的東西啊，大家可以在那個官網的那個兌換的列表裡面自己去查。接着看完公告了，我來幫大家直接算算看中間的差距有多噁心啊！這個包季的玩家會拿到加速護符嘛？然後包月的玩家拿不到加速護符，所以我們來看看包月的玩家到底要花多少天幣才能抵掉這個加速護符的價值啊？因為我們來算大家每天玩8小時的時間啊，綠水一瓶維持5分鐘嘛，然後1個小時要12瓶啊，15天下來你總共會喝掉144瓶的綠水，然後1瓶綠水就是220天幣，然後呢，你這樣子算下來，你就會花大概316000的天幣啊，31萬在遊戲初期啊，這是什麼概念？一張5卷8萬，一張仿卷4萬啊。你包季的人光省下的綠水錢就可以直接領先你4張5卷或8張仿卷啊，這還沒有算額外送的那些消耗品箱子裡面的東西啊。所以包月的人呢，包月的人一樣是付錢，結果什麼都沒有。我真的很想問官方，難道在你們眼裡包月的人就比較賤嗎？如果你辦這個活動，你可以按照比例分配啊，包季的送那個加速符咒15天嘛。包月的你可以送5天就好啦，照比例減少啊。包季的送50個袋子，包月的送10個啊，這樣大家心裡都平衡嘛，因為花的比較少拿的比較少嘛，花的比較多拿的比較多嘛。但是現在這種做法就明顯擺着，他們就是在篩選玩家，就是我上周影片說的內容啊。官方的做法根本不在乎包月玩家，他們只想要那些願意一次掏大錢的客群。官方人員到底有沒有真的自己玩過天堂？你們到底官方知不知道，對一個白手起家的玩家，全身安定值的裝備其實只是入門而已。現在連入門的階段你們都要搞階級歧視，現在連韓國玩家自己都在抱怨這個活動，台灣這邊的情況只會更慘而已啊。這2-3天的體驗回憶是美好的啦，但官方的做法是讓人心寒的。我們玩的是情懷，但 NC 的操作就是讓人覺得噁心啊。如果你問我還會不會繼續玩，我想我還會再觀察個1天看看啊。畢竟我也想好好看看這個自虐版到底還會剩下誰啊。好啦，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大家這2天玩下來有什麼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哦。